我花了几年才发现自己一直找错方向。以前我一直以为只要找到最好的笔记工具就能提高学习效率，所以我试了很多工具， Mac 的预览程式 Notion、GoodNotes、Notability， 最近也开始大量使用 AI。 每一次我都以为这一次终于找到答案了，但花了几年，我最后留下的不是某一个 App， 而是一套 Workflow。因为我慢慢发现，真正影响学习效率的从来不是工具本身，而是你怎么把这些工具串起来。所以今天我想分享的不是哪个 App 最好用，而是这一套 Workflow 是怎么一步一步衍生出来的。我会讲5件事，为什么我放弃了全电子笔记，我现在实际的阅读流程，我的色码系统， AI 正在改变什么，还有下一集会谈到的问题。先说清楚一件事，这套方法不是我某天突然想到的。2010年左右，我还在全部使用纸本笔记。2018年开始把所有东西丢进 Mac 的预览程式。2022年迷上了 Notion。2024年回到用 GoodNotes 手写，而2025年开始大量使用 AI。现在这一套是一路试错之后真正留下来的版本。我最早的做法是把原文书、论文全部丢进 Mac 的预览程式，直接在电脑上打字做笔记，想说这样最整齐最好搜寻。结果问题出在复习，我发现那些用打字整理出来的漂亮笔记我几乎没有印象，因为它们从来没有经过我的手。那时候我才意识到，对我来说手写不是一种习惯，而是我记忆的开关。我的记忆是绑在手写上的。后来我很迷 Notion， 因为它能够做超连结，这对医学来说非常吸引人。比如说糖尿病，它会牵扯到神经病变、肾脏、眼睛的问题，而这些内容平常散落在不同科目、不同课本里， Notion 理论上可以把它们全部串起来。这个概念真的很棒，但它对我来说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，在 Notion 里画重点，我得先把一整段文字框选起来才能上颜色。这一步太不直觉了，结果就是我复习时根本不想打开它，笔记做了一部分，但用的频率非常非常低。2次绕了远路之后，我得到一个对自己很确定的原则， Workflow 不应该增加阻力。讲了这么多，终于进到我现在的流程，这是全图、阅读、标记、手写、整理、AI， 最后进到资料库。今天我只讲第一站，阅读，其他的之后每一集会慢慢讲述。我读东西时一路是用 iPad， 但会根据档案的大小做分工。如果是论文，档案比较小，我会直接用内建的预览机就够了。如果是原文书，我会用书籍这个 App。 为什么？因为我会先看这本书有没有清楚的章节标题，如果没有，我会自己用书签把每一章切开，这样读的时候我随时知道这一章大概有多少页，还剩多少，这样阅读起来的节奏感完全不一样。接下来是我觉得最实用也最少人讲的部分，颜色。先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整本书都是黄色，那黄色还有意义吗？我读的方式其实跟读纸本书一模一样，用荧光笔画重点，用底线画次重点。但医学的内容很特别，充满疾病、临床表现、治疗。如果全部用同一个颜色，复习时根本分不出来。所以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固定的色码，蓝色是疾病本身，黄色是临床表现，绿色是治疗方式，底线则是留给那些有点重要但还不到荧光笔程度的重点。你不用照抄我的医学色码，重点是给自己一套固定的颜色规则。我实际画一页给大家看。在复习的时候，我根本不需要读字，只要看颜色的分布，我就大概知道这一页在讲什么。而读的过程中，如果遇到一些图片或是流程图，我会直接截图到照片库，
这样日后要快速调阅某个流程，不用翻整本书，只要烧照片就可以了。实际上该怎么做呢？而手写笔记我也不是只用一个 App， 而是按用途分流。会议或是课程当下，我是用 Notability， 因为它的录音功能太强了，它能够把录音跟你当下写的字对应起来，回放时点一个字就跳到那一刻的声音。而自己读书日后整理进资料库，我就换成 GoodNotes， 它更适合我把已经写好的笔记再做进一步的荧光笔底线等画记。明确的分工让我在准备考试等需要密集复习的场景，能够更自然的知道该打开什么 App。 这就是我一直想强调的，工具不是拿来二选一的，而是让每一个工具只做它最擅长的那一段。最后讲一个我还在实验的东西，我最近开始用 AI 帮我把课本还有以前做过的笔记整理成 Markdown 的形式。 Markdown 我会搭一个叫 Obsidian 的 App 来读，它的好处是连表格都可以直接漂亮的呈现出来，但它也有代价。如果我想额外画荧光笔，得靠外挂程式才能做到。这套我还在试，还没定案，但说不定它之后会成为我的主力之一。讲了这么多工具，如果只能带走一句话，我希望是这个：工具会一直换，但手写绑定记忆这个原则对我来说从来没有变过。先导到那个对你最有效的核心原则，工具只是拿来服务它的。我很好奇你现在是哪一派？纸本派、iPad 派、Notion 派，还是 Obsidian 派？可以留言告诉我。这一集讲的是怎么读，但读完画完的笔记要怎么样变成真正能搜寻能用的知识，那是一套完整的流程，我留到下一集讲。如果你也一直找适合自己的学习 workflow， 接下来我会把整套系统一步一步的公开。订阅，我们下一集见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再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的通知。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